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周三了，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然后还有这个大记者会，然后周四 GDP 数据、PCE 就业数据，周五制造业，对吧？那么就看一下周三，主要还是在周三。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说有可能会降息？那降息的可能性比较低，毕竟现在原油的价格还非常高，然后中东那边的战事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说现在这个油价下不来的话，这个通胀就会很难打下来。但是呢，因为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马上到期了，所以这次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呃，那看一下他在这个大记者会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消息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那个刑事调查，也已经取消了，所以说新的美联储主席也应该很快上任了。那么主要还是就是他们这个回答记者会上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吧，但是应该保持不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今年的一个展望。好的，这是下周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经济数据。然后这个财报还在继续，也就是重头戏要来了。那么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周二有一些在盘前的可口可乐啦、Spotify、Booking，然后盘后Robinhood、Starbucks、星巴克、Visa。然后周三就是盘前的话不太多，就是比较重要的不太多。那么盘后，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Qcom、高通全都是那个大型的科技公司要出来了，在周三比较集中的，对吧？有4个是比较集中的，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然后周三是比较集中，周四的话有艾丽丽丽减肥药的 Mastercard，然后盘后苹果、Rivian，就是这个做电动汽车的，然后SanDisk 做内存的，还有这个 Twilio。然后周五的话就关注的比较少了，有一些跟原油相关的，对吧？就是比较大的石油公司的，还有这个巴菲特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也会在，但一般它是在周末出，它是在周末出财报一般。那么我们会在这里面挑一些，首先这些大的科技公司肯定要分析，还有就是像 Robinhood 这种在直播中有人来提问过的，我也会这个分析一下。其他的像什么Spotify 啦，但是其实这种关注度也是大家提问的少，但是关注度也不小。像那个艾丽丽丽那种减肥药的，我都会在这个等一下的直播中，等一下的解盘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这个频道下方留言，你们想分析的，这样我们在直播中，因为时间比较短，可以拿到周末复盘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可以在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都可以。我在这个后台的话就很容易看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先看一下标普，然后来分析所有的这些要出财报的这些。一样的，先看一下标普的月线。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现在这个月线是在什么状态下？那么月线下这里有一个大中枢，但是这个中枢不是月线的中枢，它是一个季度的比中枢。季度的比中枢。什么叫比中枢呢？就是由比来构成的中枢叫比中枢。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中枢，就是由线段构成的，3笔构成一个线段，3段构成一个线段。那么这种中枢是9段升级的，对吧？那么我们用红颜色来这个划分它，这个红颜色的就是线段，这是线段构成的中枢。线段构成的中枢是本级别中枢，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周期是在季度图上的话，那么这个红颜色构成的中枢就是本级别中枢，这个蓝颜色构成的就是它的次级别中枢。但是如果说它达到9段的话，那么就是本级别中枢。所以说你要看
你是由笔构成中的构成的中枢，还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这是有区别的。那么，为什么我在我的分析中更多的是用笔构成的中枢呢？因为禅师在文章中说过，笔中枢只存在于最低级别，你是不能够用笔来做中枢的。也就是说，你在最低级别的时候只能用线段，也就是1分钟。如果说你的看的这个图形上，它的最低级别是1分钟的话，在1分钟上你是不能够用笔，你笔构成的中枢可以用来画它，你可以用来画它，但是交易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去交易这个笔构成的中枢，因为它不稳定。之所以不能由笔来构成中枢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不稳定，很容易被破坏掉。那么由线段构成的中枢，它更稳定。这个是禅师在文章中明确讲过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分析中大多数用的是笔呢？因为我的级别够大，我用的都是日线呢、周线呢，或者说稍微小一点是1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周期级别够大，你用笔来构成中枢，它的结构也相对的稳定。还有就是说，用笔来构成的中枢，我交易的这个空间是够的。比如说在1小时上，这是标普了，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空间大概有多少，1%，上面这个基本上也就1%的一个空间，对吧？1%左右的一个空间。但是呢，你要是交易指数的话，就看你用的是什么标的了。如果说你用的是杠杆，比如说交易 ES 期货那些、期权那些，或者说这个带杠杆，反正带杠杆的，那么1%的波动加上杠杆，这个波动也挺大了，对吧？那么这个用笔来操作，这个空间是有的。一般这个个股的1小时的这个震荡，这个空间是足够的。所以说，为什么我的分析中多数用笔来交易？因为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是够用的，而且这个结构也相对稳定，而不是像你在1分钟上，你拿1分钟这个笔来做交易，对吧？那这就是很累了。这个级别，这个中枢很容易被破坏掉，这就是用笔和用线段的区别。但是呢，如果说你的交易级别也是偏大的，你可以用笔来交易，没有问题的。看一下现在这个结构，月线上这是一个离开，从666.79是一个离开，那么它是一个1、2、3、4、5、6、7，这个结构一直没有被破坏掉。什么叫被破坏掉？就比如说它是以浪形的模式，每次都是以呃出高点，就这个出的高点比前面这个高，然后回踩的时候没有碰到这个高点，然后继续往上走。如果说都以这种节奏往上走的话，你就没有破坏这个节奏。如果说我上去了，然后又回来了，踩到这个高点了，现在构成中枢了，这就是相当于有一个结构买点，可以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再回来又没有碰到，然后还可以在这里做，对吧？相当于做了2个，去做了一个趋势上。现在就是这个结构没有被破坏，还是一个7浪上涨或7笔上涨。那么针对这个第7笔，之前是出现过多次的顶分型的，多次顶分型。那么想要转折，必须要有顶分型，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对吧？所以说现在又顶分型又没有了，那么就看现在这个4月份还有下周的话还有3、4个交易日吧。那么因为下周5是劳动节，美国应该也是放假的，或者说美国如果说交易的话也到5月份了，那么正常的交易日子的话可能就4天，就是说看那个大下个星期这个进入5月份之后能不能够出现，比如说包含关系的 K 线，或者说我直接砸掉本周的低点，那就会出现顶分型，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么虽然说没有顶分型，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所以说你要知道它的内部结构是一个什么这个状态，这样的话你就好，比如出现了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立刻去做出你的应对来，做到一个心里有数嘛。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内部周线，这个结构我们就很熟悉了。这个是3491进入段，然后做了 A 中枢，大 A，然后小 B 离开，然后又做了一个 B 中枢，然后又开始做了一个3买之后，现在开始走离开。那么从这个3买之后，这是只有4根，现在只有4根 K 线。
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是很饱满的，也就是说这个结构随时可以结束。它结束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要走大周期的，要出现给我3段回落，以这种方式来构成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月线的一个大回落，之后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呢。不是说它结束了就要开始暴跌了。很多人觉得要结束了，是不是就是整个开始进入熊市了，还是怎样呢？怎样，对吧？它结束只是说这个上涨结束了，那可以出现一个回落，具体这个回落回多少，这个不知道，只是说这个的内部已经很饱满了，跟我们的模型比较很饱满了，对吧？它想要挣更大的动能的话，也可以啊，它可以来个 C 段也可以啊，这里往上走，然后这里再震出来一个中枢来，可不可以？做一个大 C 中枢也可以的。所以说不是说按照模型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都可以，不是说两个就必须要结束，只是两个大概率结束，一定要注意是大概率，这是一个类似一个统计上一个总结，而不是说有100%的对应性。那么这个是可以结束，但是结束的前提是最后这一段你也要结束吧，对吧？6316到这个最高点7168，现在虽然说我的周线上是有4根，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呢，我们要看一下。那么这个结构我们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过多次了，6316到7168，日线上只有一笔，连这个回踩都没有。这里是有过回踩，但是都不够一笔啊。但是这个的话，因为这个有一个小低点，就是在周4这一天有个小低点。如果说你怎么说呢？你模糊的操作的话，就是可以看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踩，123是这么一个结构，可以看成一个这样一个结构，或者说这个一段比较长，是这么一个123，因为它这是有个小低点的。如果说你用递归的方式，是在次级别是能够有这个抓到一个回落的，这现在有这么一个123，但是这个现在这个3呢，现在还不太明显，只有2根 K 线，可以后期观察一下，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1小时上6316 A 中枢 B 中枢，对吧？现在这个结构已经很清楚了，其实就是在围绕 B 中枢在震荡，现在就是围绕这个大 B 中枢在震荡。什么时候结束呢？给一个3买，或者说我砸下来给一个3卖，这样就宣告不再围绕 B 中枢继续进行中枢震荡了。所以说围绕中枢震荡与否，我们要等待3买和3卖，没有的之前就是继续震，你就中枢震荡的策略，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至于怎么判断力度衰竭，那你需要进入它的更小周期了。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利用缺元套，一点点的往下降周期、降级别。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要出财报的这些，因为这个比较多，所以说每个我们不能说的特别详细，尽量想都讲到的话，呃，每个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先看一下，这是苹果，这是周4盘后。好的，来看一下它的大周期。苹果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月线上这里有个大中枢，对吧？那么月线上它这个其实也是处于中阴状态。什么叫中阴状态？我一直在直播中经常提这个中阴段或者中阴状态。所谓中阴状态，就是它没有方向。在月线上，它现在你要么是再次跌破243.42，或者说再次突破288.62才有方向。在这之前的话，这一段它是没有方向的，所以说你需要选，也就是说2个方向都可以。你这么分析的原因是你要告诉自己它可上可下，不是说一定要上或者一定要下，看它怎么选，对吧？所以这就是个所谓的中阴状态。这个中阴段、中阴状态是禅师借用了佛学里面的一个状态，非人分为鬼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定的一个状态，不确定。这是在这个月线上，就是如果说回撤的话，你还要看是不是针对这个月线还有出现3买呢，还可以继续往上走。那最差的就是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这是在它的这个月线上。那我们就要看了，从这个169.21的右侧看一下它的结构。169.21，然后这是一笔上，然后一笔下，对吧？
然后这个新的这一笔上还没有出现，它也是一个中阴状态。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这个月线上看就没方向嘛，它在周线上也是没方向的。这是我用的虚线，看到没有？我用虚线表达周线上这一笔，说明它还没有落定，说明它还可以是前面这一笔向下延续的。但它这个回踩的还是挺技术的，踩到了0.382，就是前面这笔上升的一个回落，踩到了0.382上。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出财报之后是往上突一下，突破这个280.9，突破它的话就是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就出现了，还是说它能够再次突破288.62，就看这个是不是要出现一个123。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月线上看的这个延续，就这笔的延续没完事儿。这是在这个周线上，我们还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我们刚才说了，在这个周线上，它也是一个中阴状态，就这也是一个中阴状态，有个区间，它要么是往上选，其实是可以这么一个区间，280到243这个区间，要么往上走突破280，就会出现新的一笔。如果说跌破243，说明就要下降，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也是一个中阴状态。那么你到了这个243.2这里，你就把它这样分析。那么这样分析的话，你就知道了，它可上可下，往上走突破280.9，就是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就完事儿了，就不是完事儿了，就是出现了。如果说跌破了这个243.2，那就是前面的288.62下跌延续，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中阴状态。为什么说它是可上可下的？但是在技术上出现变化之后，它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的价格呀，它这个已经拉到0轴以上了。整体的从245的一个上涨，虽然说走的也是比较纠结，但是已经拉到0轴以上，它离这个280.9，我们看一下有多大的空间，3.82%，空间并不大。如果说一般，但是苹果的财报的话，一般控制在5%左右的一个震荡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它的这是在周四盘后，如果下周头4天它也可以是这样，先来一个回踩也可以，先给你回踩个4天，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一笔了。然后财报之后，我周五来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直接跳空也可以，对吧？如果说它回踩到这个中轨这里，我们这里也有中轨1.87%左右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均线在这里，120天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如果说踩到中轨附近的话，然后0轴也没有明显往下走，大概率或者我的个人倾向的话，它是能够往上选。虽然说现在市场上关注度更多的是 AI 啊、芯片呐、什么数据中心呐、这些东西，但是比如说你这些跟AI 啊、GPT 这些相关的东西，得有一个载体吧，对吧？所以说你苹果手机你是避不开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它的而且现在做龙虾那些东西都去买这个 Mac Mini，也是苹果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它能一直在高位震荡的原因，而没有在下面震荡，而在上面震荡，对吧？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它能往上选，再次突破这个280。但是我个人倾向并不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只是一个建议，对吧？你要怎么做，要根据你自己的分析，而不要以别人的这个分析来作为依据。那如果说它要往下来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到这个中枢下轨这里6%，对吧？然后这个200天还在这里，看到没有？200天在这里，下来的话大概有6%的空间，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即使是财报不太好的话，或者指引不太好的话，它就是维持在这个中枢这儿震，可能某一天因为什么消息刺激，啪一个突然下插，跌破3.42这里，对吧？这样的话就是这笔下跌的一个延伸。那如果说我把这个拽过去的话，其实它就是这样，进入段，然后这个在内震，1、2、3、4、5、6、7、8、9，这9段之后可以往下走，或者说这是一个这就9段升级了，对吧？或者说它就是往上选，看这里是不是要震出9段来往上选也可以，不是说在日线上这里就不可以震出9段来，
我是说这样进入段1、2、3、4、5、6、7、8、9，然后往上选也可以。在那个那个 AMD 上就出现了那种情况，它在次级别在这里震出了个9段，然后一直快速往上拉。所以说，任何一种情况都能出现，就看你怎么去跟踪它。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苹果，我们继续往下看谷歌，这是周三盘后。那么谷歌我们也看一下大周期，这是月线上也是一个大的浪形结构，对吧？大的浪形结构，而且这个最后这个浪明显是空间大的，是不背驰的。看一下它的小周期次级别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这是一个1、2、3、4、5浪作为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荡做中枢，然后开始离开。所以说这波也是非常牛的。然后这个回档，我们可以现在测一下当下它回档了多少，刚好是踩到了0.382附近，0.382是270.81，这个回档的最低点271.54，对吧？回踩的非常浅的一个回踩，然后又出现底分型，然后快速拉上去。那么现在就是说离顶前高已经很近了，但是它这个反弹的话，只有现在是4周，那么下周再来一根的话，再次突破350，那就会出现一个，看它是不是要出现盘整背驰了，对吧？因为它这个 MACD 这里，你看它很容易出现盘整背驰，就是这个你想突破前面这个高点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这个 MACD 在这里，但是呢，也不保证它是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继续往上拉升，但是要注意，如果说出现背驰的话，那是这样，我们推演一下，就是这个123出现高点了，但是走不多远，又回来了，在这里做中枢，其实就是在这里做大 B 中枢，下面是大 A。对吧？看他做完大 B 中枢之后，是在这里震一震，再往上走呢，还是说就直接给你大 B 中枢，2次回档之后就继续往上走，然后结束整个这边上涨也可能。所以它现在离上面的这个空间，我们看一下多大，只有2.56%的一个空间。一般最近几次谷歌的财报还是挺猛的，我们看一下上一次，这个还是震荡比较小，有那么几次它是盘后的财报，或者第二天它那个都有5%以上的一个那个走势，还是要关注一下。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最后这段出现了2个中枢了，1小时上出现了2个中枢了，所以说打了一个高点，随时可以，如果说它再次突破350.15的话，也就是这段突破350.15，它随时可以结束了，对吧？因为它的结构已经挺饱满了，它的1小时上也就2个中枢了，这里边如果说再次突破它，说明这个周线上也背驰了，然后那个日线上这段内部也饱满了，那随时可能又出现回档，所以说不要去追它。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4月29号周三盘后，那么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也是出了历史最高点了264.5，也是这波反弹的也是非常厉害。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结构，那么它的整体起涨是从这个81.43起来的，有点卡顿呢，是吧？看一下，啊，刚才这个卡顿的比较厉害，一直没反应。我们看一下这个亚马逊这个整个这个结构。那么周线上它是一个大的箱体震荡，从81.43，1、2、3、4、5进入段跟这个谷歌一样，然后开始在这里震，一个大型的箱体震荡。那这个次回踩的还是比较技术的，刚好踩到了雷120天这里，然后拉回到中枢，就是这个中东战争造成的这次回拉。那么现在也是，哎，又上去了，还出现了这个新高。那么，但是它并没有出现这个3买之后的回档，对吧？前面这里是尝试过出现一个3买，但是呢，这个反弹又不够，然后又被拉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是把它整个这一段上涨算成一笔，回拉这里算成一笔，就中间这些小的这个就
算在次级别的一个震荡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么在大周期上，周线上的话，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中枢震荡。现在就看这段的离开还有没有后续力量。如果说财报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能够支撑它继续往上走，那其实想要回档出现三买，就这个离开它需要力度非常大，然后回搭不回来才可能形成三买，然后再一个高点，对吧？一般这种更可能。如果说它走的不远，然后就很容易被拉回来，这就是你在判断是否后期能出现三买或三卖的这个时候，看它跟这个中枢的这个远近。我们看一下最后这段的一个这个内部。那么日线上123走了一个3，走的非常牛，非常强，明显不背驰，我们就不用测了。那么它的内部也是两个中枢了，看一下它的小周期。这个切换的时候，现在是有点卡顿。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吧，看一下这个Meta，也是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周期。那么 Meta 的话也是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那么月线上这有个大中枢，月线上有个大中枢，然后这次还出现这个一波回档，这回档也是很浅，踩到了0.382，看到吧？这个0.382在525，这个回档踩到了520，然后出现了底分型，月线出现底分型了。那么，这个 Meta 的话也是进行这个转型啊，之前是想做这个元宇宙，但是发现那个有概念，但是真正想做这个实体的话比较难。然后，它当时转型的比较快吧，算是。那么现在这个股价的话，也是出现了一波回落之后，现在有希望看看这次财报能不能够带领它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但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17%。如果说这个财报或者指引能好一点的话，超过前面的高点也有可能，但是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回落这一段的内部，周线上刚好三段，刚好三段，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三段当时的这个比例，是不是有什么等比例的回档？哎，刚好回档到529，529是等比例，它最低到了520。很多人说，那你这没有100%到啊，对吧？你这个数值这个等比例在529，它跌破了529啊，到520了都。很多人就是说，哪有100%的那种就是指标啊？就是到了这个位置一定要转折的，对不对？他难道就不能来点毛刺儿吗？对不对？他只要又收回去了，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是有效的，对吧？所以不要一根筋死脑筋就看着，哎呀，我就说非要529，这个一点都不能差。那么现在周线上反弹现在不够一笔，现在还不够一笔，所以我们需要看它下周是要先出现一个回踩，之后往上走，因为它是周三盘后，对吧？还有3天呢。它如果说周三、周一周二、周三先往下踩一踩，踩到这个120天这里，可以这样往上走。那么也就是说，周线上有希望要出现一笔上涨了。如果说周线这笔上涨力度比较大，那说明这个月线上也能起来。现在就是如果说踩到120天，我们可以测一下，还有5.几。如果说在周三、周一周二周三3天，如果说能够回档5.3几的话，踩到120天可以尝试进一下。我们也可以从前面这个上涨看一下它的回撤。如果说能够踩到0.382更好了，踩到这里那就更有希望起来，对吧？然后它这个起来之前也是有过几次的缺口，三个缺口，三个缺口起来，看看它是要在财报之前是不是要把这个最后这个缺口先补了再起来，还是说就直接往上走？所以就看它怎么选。往上走，我们刚才已经测过了17%左右的空间。往下来的话，想要杀破前面的520的话是比较难的，对吧？这个空间是相对比较大。如果说只是到0.382或者到0.5的话，是10%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回来的话，一定要记住是买回落是二买，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月线上有底分型了，月线这个底分型只要520.26不被打掉，它都要生长出来一笔，它是可以再次出一个高点的生长，也是可以在这里就生长出来一笔，可以在这里做中枢的，对吧？这就是大 A 中枢、大 B 中枢，也就是说它在这里可以做大 B 中枢的，就是月线的大 B 中枢。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Meta。我们再快速往下看，微软，微软的话也是，呃，我们看一下选起哪个结构，这是季度，每一根 K 线是一个季度。那么下面有个大中枢，然后这是一个123，我们在这里标之前分析的时候标过，这是 Q3，就是季度图上是在第3笔或第3段，其实也是一个中阴状态，没选方向，它可以再次跌破前面这个季度的一个低点5356，跌破它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向下跌延续，往上走就是一个上涨延续，对吧？所以它也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我们看一下 M 就是月线，月线上我们画的是2，就是可能是一个123的2，就是现在只有2笔，一笔上一笔下，但是前面这一笔的话也是够一笔啊，但是这个后续这一笔是不够一笔，只有4根 K 线，所以我们这里画的是一笔上一笔下，所以这里写的是 M2，然后这针对这个 M2这一段，那么周线上是一个3段，看一下周线。看一下周线，把这个更新一下。周线是一个1、2、3，对吧？4还没出来，现在是只有4周，还差一根。下周如果说出现个高点，那就是这个第4段或第4笔、第4浪，1、2、3、4。4如果出来之后，看它是不是有5，还是说再打低点，甚至是3直接微转也可以啊，对吧？这都不这没有人能知道，只是说它后续的这几种情况。那么大概测一下空间，从现在周五收盘价到前面这个小高点的话，小低点15%，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如果说再次跌破前面的低点15%，上下15%，就是它现在短期的一个震荡区间。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但是它马上也要顶到120天，120周了，120周在这里。看一下小周期，所以你看它的小周期明显就是从553这个下跌啊，它可以是2个中枢再继续下，可以这种情况的。然后它也是马上要面对这个120天顶到这里。我们看裸 K， 120天它从这里跌破之后就一直没回去，你看都在这个120天下面运行，所以说这个12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那么如果说财报的原因往上抽一抽的话，从现在价格到120天4%，到200天10%，撑死我觉得它能顶到200天就完事了。想要再次往上走，这个可能需要它的指引是非常好的一个指引。那么如果说往下来的话，那就是回到这个中枢内部，对吧？回到这个中枢中轨这里，可以是回踩一次，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那么我们测一下，回到中轨6.5%，看它是想不想回踩中轨一次之后再往上走。想要跌破这个356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的，15%。毕竟它现在 MACD 都已经上来了，MACD 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对吧？更多的是有回踩，你要去做它的2买，或者说我把这个中枢震得更大，那它也是一个中枢震荡啊，而且是一个日线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空间是有的。我们测一下它这个中枢的一个震荡区间大概在多少？8%，这个空间震荡是有利润可以做的，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微软。我们再看这个SanDisk，它是在周4盘后，那么这个图形就更牛了。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它的基本面，我们就不继续说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是一个大周期是一个什么？它现在是一个周线的1、2、3、4、5，在走周线第5笔。我们再看日线，
日线就是从517这个起涨点。那么517之后是3段，1、2、3。现在目测的话，3是大的，就是3的空间比1大，就是不背驰。我们测一下，已经到了1.618了，不背驰，等比例在819，对吧？但是不背驰是不背驰，但是它的内部现在已经有点饱满了。这是我画的小周期的次级别1小时上有2个中枢了，看一下，从这个下面这个起涨点558这个起涨点之后 ，A 中枢 B 中枢，对吧？现在这个围绕 B 中枢这个震荡也是争夺的比较厉害。那么现在这个起来的力度没出来，所以说就看它是不是先回踩一下，给一个1、2、3、4的回撤之后再出5，对吧？那么我们测一下这个到前面这个高点这里有多大的空间？21%这个空间是比较大，所以说它给你个5%或10%的空间，你都要买去做多，因为它还是一个在做浪形的结构，还可以有5呢。但是呢，这个即使是这个5段结束之后，也不过就是周线的这一笔结束了。我们看裸 K，其实就是一个1、2、3、4、5，就是这段结束了，然后回来开始再次回落的话，碰不到这个还可以有7呢，或者说碰到了就是做中枢嘛，做中枢还可以再上。针对这种基本面好的股票，有回落都是你很好再次进场，把上面卖掉这个筹码再买回来的一个机会。再看这个 Robinhood 罗宾逊，那么之前我们是在直播中有朋友问的时候，我们分析过，现在是在月线，现在看的是月线，也是1、2、3、4，对吧？一个4浪回撤，而且出现底分型了，那就看它的周线，周线上回落够一笔，还没有新的一笔生成。我们再看它的日线上，发现这个结构跟刚才那个微软的是很类似的。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微软，微软的这个日线上，哎，也是做了2个中枢，然后这个 Robinhood 罗宾逊的话也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一个，你所以说它这个结构是一样，方法也一样，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继续在这里震出9段的话，也可以继续下，或者说呢，我这里回踩一次，哎，出现一个1、2、3，那这样的话就断开了。虽然我现在看的是2中枢，但是它没结束啊，这个大 B 段没结束，它可以是这里断开，它可以走反向的，这样走。所以说，那左侧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盘整下，那右侧的话看它是一个3笔的上涨，还是一个5笔的上涨，还是说回来之后再做中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中阴段，这是一个中阴段，看它之后是出现一个不背驰的往上走，还是说我要在这里做9段升级之后往下走，对吧？所以说它就是一个中阴段。那怎么做呢？就是中枢震荡，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如果说它回踩到中轨这里10%，挺大的，将近10%的一个空间。如果说只能回踩到中轨这里，那你要买，因为这是一个2买，它可以往上走，快速往上拉的。如果说它直接一个跳空高开往上这个120天的话，17%，对吧？上下10%左右的一个空间，是它一个财报或者说其他刺激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Robinhood，再看一下艾利莉莉这个减肥药。那么减肥药的话，它是最近走的相对比较弱一点。那么在月线上的话，从623到1133这段也是一个中阴状态，没有方向，它需要要么往下选，就是继续，要不就是向下延续，要么就这一笔向下延续，因为现在其实在构成中枢呢，在做中枢，但是下面这个中枢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次2次回档还是下面中枢的3买，一定要注意，因为下面的中枢级别是大的。我这个比中枢构成的这个中枢，跟下面这个由线段构成的中枢，它的级别是不同的。下面我们用红颜色来标的话，这个是红颜色的是线段构成中枢，蓝颜色的话是比构成的中枢，它的级别是不同的。所以说再次有回档的话，只是构成了中枢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还不知道。看一下周线，周线上也是回落只有1笔，但是它离这个120周已经很近了，看到没有？离120周很近，甚至可以踩到200周去。
那么到120周的话4.多，到200周的话23%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这个最后这段，最后这一笔的内部，为什么它这段走的那么差呢？就是主要是跟这个呃诺和诺德呀，就是丹麦这个减肥药的那个生产商，他们的竞争。现在他们也都出了口服的减肥药了，但是呢，好像是，尤其在美国吧，这个病人开给这个诺和诺德这个药方的可能剂量远大于艾利利的他们的那个处方药，所以说造成了这段可能比较低迷。那么这个结构的话，我这里画了两个这个箱体，但这两个箱体啊，我们看裸 K 的话，这个日线上这所有这些都是一笔，就是都在这个一笔的范围内，这个它都有过反弹或者有过下沉，但是都不够比，所以在日线上都是一笔。那么我这里画了两个框是4小时的，大概画了一下4小时，这里是有两个中枢的，所以说它现在是在第二个中枢的震荡过程中。当然了，它可以是没结束，可以是这个往下再沉一沉，那就可能要踩一下120周。我们看一下120周，刚才我们测的有多少来的？4%。如果说往下沉一沉4%的话，那就很容易在4小时上可能就很容易给你出现一个空头陷阱，就是4小时上往下再沉个4%左右，要注意可能是个空头陷阱，它可能会回拉，因为在大周期上它踩到了120周这个大支撑上，一定要注意了，踩到120周这个大支撑。你看前面这里是从来没有跌破过120周的，看这是从这里一直在120周之上，看到没有？这里是跌过，下面是沉过有3、4周吧，2、3周、3、4周，但是又拉回去了。所以120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论是技术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给你回踩到120周那个位置，肯定是要做多的，而不是去做空，就不要追空。如果说它的财报的什么原因，就是在周四盘前，它是盘前出财报。好的，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Rivian 的话也是挺逗。我们之前在做直播的时候，朋友问过这个，然后呢，它也是一个9段升级的。前面我们再复习一下，它从现在是周线，从这个最高点179跌到这个8.26，这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波下跌啊。进入段，然后一个大中枢，然后打了一个离开，就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这么一个结构，对吧？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然后从8.26之后进入段1、2、3、4、5、6、7、8、9，当时我们朋友问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9段升级了，但是它之后主要问题就是它在2月9号这一周它上涨了19.8%，这根上涨太猛，后期的动能不足，所以它现在一直在这个区间之内，一直在这个2月9号这一周的区间之内，对吧？一直没有出现高点，所以它这段是相对其他的 AI 相关的那些一比就是能发现它一直趴在这里。但是呢，它这里其实也是在日线上是有个小中枢的，它可以是因为财报的原因，咵一个快速拉升往上走，也可以是再往下沉一下，也就是说再次跌破这个13.58，跌破13.58其实就是这个下跌的延续，也就是说第9笔呀，它可以是没结束，可以是第9笔震荡没结束，可以再沉一下之后再往上走。但是呢，它这个又是在0轴，你看它这个整个 MACD 是在0轴企稳拉升回来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确实是顶在了200周这里，看到没有？200周，这是一个200周均线，200周和120周均线之间一直在是横在这里。我的个人倾向是往上走，个人倾向往上走，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最高点，这个前面这个小高点36%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不知道什么刺激的，不知道。但是图形上表达的话，它可能更大的，即使有回落，再次跌破13.58的话，都是去买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如果说跌破到120周的话，17%，但是相对的空间还是挺大。但是对于它的盘子是比较小的，所以造成它的这个震荡空间是挺大的。所以说往下来的话，就不要杀跌了。想要跌破这个中枢，再次跌破8.26，这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消息，针对它的话是非常坏的消息，才能够跌破8.26。
如果说不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大概率都是往上走。如果是能打开空间的话，是非常厉害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对吧？这空间是非常大，如果说能打开的话，但是，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但是如果说它第一时间出现是可以追的。如果说它第一时间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比如说这有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开盘直接开到上面，那这个是可以追的，意味着它要往上走了，然后这空间是有的，所有的人都在下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箱体，有支撑的，真出现那种可以第一时间往里追，这就是我们说的，呃，多空的多空动能转化的时候，什么叫多头出现呢？或者多头做多的人的力量出现，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一个缺口，给你一个大的跳空缺口往上走，说明这个多头力量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时候空头也不敢做空，然后多头是义无反顾的做多，这就是一个多头明显的变化的时候，你就往里冲就完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多空动能转化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在转化。现在明显是一个平衡状态，对吧？明显是一个平衡震荡。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